作家一书曾说，做人凡事要静。也许一个人年少时总是风风火火，急躁难安，静不下来，体会不到这句话的精髓。但到了一定年纪，见过了喧闹，经历了风雨，看过了浮躁，渐渐会发现，静是一个人顶级的智慧。因为静里藏着安定平和的状态，平静自信的心态，坚定执着的姿态。正所谓人静为安，事静为顺，心静为胜。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。当一个人真正静下来，安宁自来，百事顺遂，胜为常事。人静为安。一个人的外在状态，就是一个人的名片。一个安静的人，情绪稳定，喜欢独处，给人以稳重，让人放心。相反，浮躁的人总是忙忙碌碌，看似脚不离地，实则让人不踏实。生活中，安静的人远离喧闹，总是更容易找到平和安宁的状态。演员陈道明被公认为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。他虽身处浮躁的娱乐圈，但给自己定了规矩。几十年来，他极少参加圈里的聚会，甚至滴酒不沾。闲暇之余，他把大把的时间花在手工制作、读书、写字、绘画上。他喜爱读书，书房、客厅、床头处处摆着书籍，对杂文、诗歌、国学、历史均有涉猎，甚至在片场也常随身携带书籍阅读。冯小刚在《我把青春献给你》一书中说道，陈道明是中国优秀演员中读书最多的一个，就连季羡林也曾说过，陈道明可胜任北大的研究生导师。沉浸在阅读的宁静之中，陈道明找到了内心的自在和安宁，成为娱乐圈一股清流。也正是通过书中囚禁，使他少了浮华与奢靡，多了睿智与淡然，散发着温文尔雅的气息，被圈子内外的人津津乐道。一个人想要静下来，方法各有不同，因人而异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。作家陈忠实曾通过回归祖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安静。他在前半生的写作生涯里，凭借中短篇小说获得了许多奖项，但没有一部拿得出手的长篇小说。对比同时期的优秀作家，他有些焦虑。后来他离开喧嚣的都市，独自前往西安老家的白鹿原，心就静了下来。在安静的祖屋，他很快进入心流状态，8个月写完50万字小说初稿。这部小说叫做《白鹿原》，后来获得了中国第4届茅盾文学奖，并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。远离原有的喧哗，在安静的环境中不被打扰，陈忠实找到了自己最佳的创作状态。正如大学所讲，静而后能安。静是一种安稳的状态，静中藏着力量、智慧。然而，身处快时代，一些人却难以静下来，一整天疲于奔命，忙忙碌碌，偶尔闲下来也是把时间花在刷视频、打游戏上。但身体的忙碌掩盖不了内心的焦虑，空虚需要一味良药来治愈。把自己与喧闹隔离开来，回归简单本真的状态，不被外界的闹腾裹挟，不再求多求快求满，就会收获内心的平和安稳。当一个人静下来，专注力会大幅提升，不论是阅读、学习还是思考，做事更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事静为顺。晚清3朝帝师翁同龢写过一副对联：美龄大事有静气，不信今时无古贤。凡遇难事急事，沉着冷静，思虑周全，谋定后动，方才无往而不胜。相反，没有了静气，遇事慌乱，到头来功亏一篑。清代文人周荣曾写过他亲历的一个故事。有一次，他和小书童要从小河港到县城，因天色渐晚，就问摆渡的人是否能赶得上城门开着。谁知摆渡的人却说走慢点就赶得上。周荣听后认为摆渡的人在戏弄自己，就和小书童急匆匆地赶路。结果小书童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一捆书散落一地。等重新捆好书，前方的城门已经关闭了。遇到事情如果心浮气躁，急于求成，容易乱了方寸，
而静下心来，耐心应对，更容易找到出路。人的一生，难免会遇到各种极难险重之事，唯有沉着镇静，遇事不慌，方能从容处之。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一名木匠掉落了一块手表，他在一大堆爆花和锯末之间着急翻弄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天色渐晚，徒弟们也来帮忙寻找，仍一无所获，就先回家了。他的小儿子听说后，便一个人去寻找，很快就找到了手表。木匠大为惊奇，问他是怎么找到的。小儿子说，等安静下来，顺着手表的滴答声就找到了。静中生智，以静制动，很多复杂的事情便有了头绪和转机。人生在世，挑战和意外无所不在，要来的终究挡不住，着急与慌乱于事无补。与其因压力惊慌失措，因事情紧急乱了方寸，不如以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心态冷静处之，更容易找到问题的最优解。3. 心静为胜。弘一法师说，不为外物所动之谓静。心静就是保持强大定力，不被外界诱惑干扰，专注自己的热爱和追求。这个世界上诱惑太多，你若整日追求声名利禄，那么你的幸福就会被钱多不多，职位高不高所左右。人的一生难免起起伏伏，不如意之事占大多数。如果看不透高峰与低谷，做不到宠辱不惊，就容易在低谷时被打倒。20世纪80年代，电视剧《围城》热播，全国掀起钱学热，钱钟书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盛名，他依然选择过简单的生活，捐出了上万元稿酬，婉拒了国内外重金聘请讲学。电视台要将他列入中国当代文化名人专辑，他也果断拒绝。一次，一名国外的粉丝想要拜见他，他却幽默地把自己比作下蛋的母鸡，认为实在没有必要。这份淡泊宁静使钟书一生潜心于读书、创作、研究，终成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。一个人不受外在的条件干扰，始终专注自己的热爱，便战无不胜。苏轼一生仕途坎坷，多次被贬，但他乐观豁达，用诗歌丰富了人生的厚度，留下了诸多名篇佳作。被贬密州，他写下脍炙人口的《水调歌头》，明月几时有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道出了无尽的思念。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，他在城东的一块贫瘠的土坡上开垦种地，自号东坡居士，写出著名的《临江仙》，夜饮东坡醒复醉。一次野外偶遇风雨，他写下了《定风波》，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一句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，道出了他面对人世沉浮的豁达胸襟。后来他被贬到更偏远的惠州、儋州，生活条件艰苦，环境恶劣，但他依然积极融入当地生活，推广农耕、办学、吟诗作乐。据统计，在苏轼存世的约3000首诗词中，含笑字的作品占比达11%，足见他的乐观。苏轼不因被贬而消极沉沦，而是保持豁达宁静的心境，享受当下生活，在自己热爱的诗词歌赋中徜徉。这就是人生的胜利者。心静，不因妄念与贪欲而失去最初的坚持和热爱，不因情绪低落而中途放弃，不因外物干扰而失去目标，这是很难得的境界。曾听过一句话，真正的自由，不是外界的认可，而是内心的平静。心静的人，内心自有一方世界，从不随波逐流。你若心静如水，便无处染尘埃，万物皆可破。周国平说，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，人越安静，便越有力量、智慧、格局。一个人静下来，会更加从容、顺遂、坚定，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一个人静不下来，想要取得大成就，获得内心的富足是很难的事。人生忙碌，为人求静，处事求静，内心求静，方能回归生命的本真与自然，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。
看到这里的朋友，如果你也常常被浮躁裹挟，被焦虑困扰，遇事容易慌乱，内心难以安定，如果你想在喧嚣中守住自己，在压力下保持清醒，在起伏中稳住心境，我建议你去我的橱窗读一读《静心》这本书。这本书不讲空洞道理，只教你如何在纷乱世事中收心、守心、静心，从内而外修炼静气与定力。它会帮你抚平内心的烦躁，放下多余的执念，摆脱无效的内耗，让你在忙碌中不慌，在遇事时不乱，在低谷时不垮。静心不是躺平，而是最顶级的自我修复；不是沉默，而是最强大的内心力量。愿你读过之后，能修得一颗安定从容的心，静而不争，静而无忧，静而生慧，在纷繁世间活出安静而有力量的人生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点赞关注逸轩，我们下期见。